惊人啦！这个肉质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哇，真的太美丽了！下面还有一些芦笋，满足到爆表啊！大家早安！我们前一集呢，我们搭了神鹰航空的飞机，我们从曼谷呢来到了法兰克福，欧洲。那这一趟到欧洲当然是有很多特殊的行程的。那其中一站的话，就故事说来话长了。我特别呢把我的机票改了一改，我现在在是慕尼黑机场。那我今天要来拍摄的是汉莎航空的头等贵宾室。那为什么特别把机票绕一绕？其实我今天的目的地不是慕尼黑，我要从法兰克福到某一个地方去。为什么要特别改到慕尼黑来绕一下？这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帮大家拍摄这间贵宾室了。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呢？待会我们来好好说明一下。总而言之，这一次如果没有再飞来慕尼黑，然后给大家拍这个头等贵宾室的话，我想之后我很难有机会帮大家拍摄这一间了。所以特别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绕一下，反正欧盟境内航班就是都1个多小时嘛，我就绕一下之后，来今天拍一间这个汉莎头等贵宾室给大家看一看，是慕尼黑版本的哦。上次我们法兰克福的上过，对不对？法兰克福的升更跟非升更我们都上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来上一个慕尼黑版的，看看哪里不一样。慕尼黑机场整体来说还是比法兰克福机场，我觉得要漂亮蛮多的。对，那我们现在在第2航厦。那卢布桑萨的话，在慕尼黑都是用第2航厦。那贵宾室的部分的话，我现在在主楼，这是 G 的部分。那这边是有一间头等贵宾室。那在卫星楼 K 这边也有一间。不过我今天待会儿的航班跟我抵达都是在 G 区，所以我们就来 G 侧这一边的了头等贵宾室。好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到喽，在这边。好，我们先目的地卢布桑萨 First Class。汉莎航空头等贵宾室，我们来喽。那今年2026年的话是汉莎航空的100周年纪念，所以进来的话，在贵宾室都会摆上这个100周年的庆祝盘子，就像这样。那这边写得很清楚，它是1926，然后到2026，所以是这个100周年。国泰航空今年是80周年，所以今年这个2026是航空业很多整数的日子啊，蛮有趣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卢布桑萨为2的主场头等贵宾室。我们上次看过了法兰克福，我们看看慕尼黑长什么样子喽。装潢的风格的话，跟法兰克福那一间的话其实非常类似，但我觉得这边呢看起来又更新了一些。右边这一侧的话是一些舒服的沙发区，然后左边这一侧的话就是一个很 cozy 的一个用餐的区域。那一样，左侧这边的话有一些一模一样的这个商务办公的区域，有很多的小房间。然后右边这边这边还有个小小的一个儿童游戏区，很可爱，像这样。上次我们有法兰克福头等贵宾室的经验，所以这一次一进来，赶快先冲进来，先问问看有没有特殊的洗澡房间。答案也是有的哦。上次我们在法兰克福看过有一个很大的浴缸，对不对？那这边也是有的。那这边还放了很漂亮的鲜花哦，在这边这是木棉花，对，放在这边，然后就有个泡澡的地方，就像这样，相当不错。那这在法兰克福的话也是有这样子的设施，不过这样子的洗澡房间的话只有1间而已，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这个要赶快先抢哦。对，那这个洗澡空间的话当然是非常的大，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头等贵宾室。
哇，这边的备品就跟法兰克福的不一样，太好了！因为法兰克福呢，就是跟 Grand Hyatt 一样，用那个 Bal 那个开头的牌子，那是比较椰子味。其实那口味我不喜欢，就 Grand Hyatt 这牌子我很喜欢，那备品我不喜欢。然后法兰克福的汉莎贵宾室也用同一个，那个我也不喜欢啊。不过慕尼黑不是，它是不一样的牌子。那等下我们可以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哇，不错不错不错。那洗澡的空间的话，跟样式的话，倒是跟法兰克福整个装潢是完全是一致性的，是没错。好，那这个就是慕尼黑汉莎头等贵宾室唯一的一间有浴缸的洗澡间，给大家开箱喽。那金贝贝顺便也洗个澡哦，那个备品的味道比那个法兰克福味道好闻100倍，有一点比较清香，有一点柑橘类的味道，非常喜欢哦，比那个本来的味道好闻太多了。这慕尼黑的洗澡，这个味道我比较喜欢。然后这个房间真的是很 cozy，浴缸很舒服。因为今天到法兰克福的时候其实有点冷，然后到慕尼黑也是有点被冷到，而且刚刚下飞机就是没有空调，所以有都要下到地面上去，然后有被冷风吹到哦。不过进了贵宾室，这样洗了一个澡哦，就恢复温暖了，好舒服啊！头等贵宾室的淋浴间真的很棒，有机会来一定要抢这一间唯一一间有浴缸的淋浴间哦。那淋浴间的话，总共外面还有3间，然后也是有那个睡觉的房间在这边，这也是有。那这个的话就跟法兰克福那边设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边的话，哇，这边就有各式各样的鲁桑萨的各个年份的各种不同的鸭子，哎，好可爱呀！对，有个陈列柜。哇，这个如果有收集癖好的，可能是德航的粉丝、汉莎的粉丝，就会想要收集这个鸭子大全吧。然后淋浴间出来的话，就会先来到这个 Cigar Lounge。那这个的话，就跟法兰克福的配置是完全一样的。这边有个抽雪茄的房间，大概会像这样。环境很不错。如果有抽烟的朋友们的话，这边我想是贵宾室能抽雪茄唯一的地方喽，就会像这样。现在这个下午时间的话，人没有很多。那这一间间的这个办公区域的话，这跟法兰克福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可以有一个人私密的房间，那这个门是可以关上的。关上之后就会像这样，所以关上之后是一个蛮密闭的一个空间，对，就蛮适合如果你需要在里面啊，那这样在里面讲电话啊，或是办公啊、开会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隔起来的话就稍微有一点隔音的效果，就会像这样子的一个私人小空间，对，虽然不是到太大，不过我觉得也是蛮舒适的啦，就一个人在那边工作也是很舒服，对，这是办公区域的部分。那外面这一区的话，那就是这些很舒服的一堆沙发。对，我们刚刚进来给大家照过这一区。这间贵宾室的话，占地的空间并没有很大。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去餐厅来看看喽。右侧的话，当然就是餐厅了。哇，那这边在慕尼黑的话，就充满了这个100周年的摆饰，很漂亮。1926到2026，充满了这个100周年的这个纪念摆设，庆祝汉莎航空。远处也有贴了一个100的气球。那我们现在进到餐厅就坐下来喽。我们今天来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刚好遇到他们有这个100周年的这个特殊 menu， 那这 menu 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我刚刚从法兰克福过来，我觉得慕尼黑这间头等贵宾室做的比法兰克福更精致诶，一样是100周年，这边有一张特制的100的 menu， 然后还有这样100搭配的酒单，它每一道菜都有搭配的 wine pairing， 等下我们一个来介绍。另外连这个面包都不一样，大家看到这面包了吗？这面包看出来了吗？这个奶油，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这个面包、这个奶油、这个蘸酱是德航这个刚刚汉莎那个鸭子哎，是不是很可爱呀？连这个奶油都做这么有仪式感，真的是非常的棒哎！而且这2本 menu 真的是好有质感。对，那另外还有一本正常的 menu。
那我们在等待我们下一道餐食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它正式的 menu， 就平常 menu 会给的东西哈。好，平常的 menu 的话，翻开前面当然就是先出现的是早餐。早餐的话，我想就比较简单的，那就除了一些蛋呐、然后阿法高头啊、salmon，还有班尼迪克蛋。好，那这我们就比较简单。它有个西班牙的 omelette， 就是里面有放一些那个肠子，这应该蛮好吃的。对。好，那这就比较早餐比较简单。在下一页的话，这个也很吸引我哎。这个季节是 asparagus 芦笋的白芦笋的季节，所以还有一个芦笋 asparagus Lufthansa First Class Lounge Munich 有个 starter 就是一个芦笋套餐，前面是 creamy 芦笋的汤，然后再芦笋的 panna cotta。对，然后再来是各种芦笋，你可以自己选你要怎么做 asparagus from of your own choice， 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哇，这真的是，这怎么办？可是整道菜吃下去，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肚子。可是这个芦笋看起来好细的，而且当季食材。然后再来的话，这边就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特殊套餐，就是 fast line。就如果你想要吃快一点的话，它有东阳贡，就是一样是有这个泰式的，然后有 pasta， 然后又有一些牛肉。那 soup 的话有这个法式牛肉清汤，然后 beef tartar， 然后再有 season 的 lotus 的青沙拉。哇，要送我一只特别的鸭鸭哎！哇 ，Thank you very much！ 哇，今天遇到一个好 nice 的服务员，他送我2只鸭鸭哎！这一只是100周年特殊的鸭鸭。慕尼黑人真的是比较热情哎。然后另外这个是彩绘鸭鸭，哇，超赞的，太开心了。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个菜单嘛，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就是素的东西，然后素食也是蛮多选择的，这边我们就不念了。那又给小朋友的菜单，就是一些小朋友会吃的东西。那后面就酒单了，所以它还是有一本正常的菜单啦。哇，这边酒单真的是很多，白酒就有4种，然后 rosé 1种，红酒4种，然后 dessert wine， 然后各种 champagne 3种 cocktail。我只能说慕尼黑这边不知道是跟哪一间餐饮集团签约，这一间真的很厉害，应该是我在目前我还没有去过巴黎法航的那个头等贵宾室，其他欧陆的所有贵宾室，连美国的所有贵宾室比起来，我觉得餐饮的供应商应该这一间是最厉害的，甚至我觉得比 Chelsea 还要好吃，非常的厉害，超级好吃。我们金贵人说来了这2只可爱的汉莎鸭鸭，他当然要跟汉莎鸭鸭合照一下，对不对啊？哇，我们的金贵人跟汉莎鸭鸭合照很开心呢。对啊，这汉莎鸭鸭一直是这个100周年的，另一只是彩绘特殊鸭鸭，跟我们的金贵人来一张大合照哦。金贵人表示很开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别的 menu，Lufthansa First Class Lounge Munich。100 years 100周年 Lufthansa A Journey Through Time and Taste。 这100周年这个旅行呢，是根据时间跟味道所一起流的。那这100周年的味觉要开始咯。那我们从第一杯先来一样香槟漱口，各位观众 Cheers。 这一杯的话是Granciaco， 好熟悉的牌子啊，好喝的 Granciaco。第一道菜是1926年，它叫 Pioneering Years， 开始要成长的起飞期。它是一道 Amuse Bouche 的 First Departure， 所以这个道菜叫 First Departure， 是个 Potato Leek 的 Espuma， 是鱼子酱做的，然后有一些油。那它是一个 Prelude， 它是个前奏曲。那这前奏曲就要开始了。那这前奏曲呢，还要搭配就是我们这一杯 Granciaco， 所以第一杯的这个 Amuse Caviar 搭配就是我们的 Granciaco。再来主餐的话有3道。1930年 Europe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就是在欧洲开始科技发展，所以第一道是个 Air Mail。 那这个 Air Mail 呢，它用的是 North Sea 北海的 turbot， 这是鱼。那有些淡菜的这些酱汁啊，还有一些这个葡萄柚做的。那这 inspired by 这个 Liners Precision and Liu Connections， 哇，这个菜名都取得真的很不错诶，我觉得这个菜单设计的非常不错。那这一道就会搭配是 Chardonnay， 是南非的一支 Chardonnay。那第2道的 main course 呢，它是一个 New Beginning。Transatlantic 刚刚是欧洲先发展嘛，对不对？然后再跨大西洋，
那这道菜是个 show ribs， 就是个牛小排。对，那还有一些芦笋，那是 mark by expensiveness， 然后 dips and affinity 开始做快速的扩张。那这道菜要搭配就是西班牙的红酒 Grenache 的 Noir。再来第3道菜是1960到1990 Jet Set， 就是喷射机时代 Go Global 哦，这个口号我喜欢 Go Global， 飞全世界。那这个菜是用羊排做的 Rack of the Lamb， 那有些 couscous 啊这些东西。那它是 Where Delivery Meets Exchange New Horizons Emerge， 哇，这热情都真的很不错哎。然后再来的2000年到2020呢是 Crisis and Solution， 开始有些危机了。那这是一道甜点，它是 chocolate 的经典的一个甜点，就是巧克力，然后 shipped by challenges and renewed closings。那这一道的话，刚刚漏掉，刚刚那一杯那个羊排的话，就会配的是2019年的意大利的卡本内苏维翁。然后在 dessert 的话，就会配这个15年的这个葡萄牙的这个 port。然后最后2026年就是现在 looking ahead 迈向未来，就有个 apple 就是个苹果的甜点，然后 facing what is to come 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最后这个会配一个 Sweden 的，这个我想应该是类似。不知道是不是冰酒还是甜酒，我们等一下喝了就知道了。但总之就是这个是非常有趣，它用一个像是音乐这个从前奏曲啊，然后3道 course 啊，然后 dessert 啊，然后到中曲，好，然后分别就是从1930年欧洲开始飞，然后开始飞大西洋，然后 go global， 然后在2000年遇到全球的一些危机，然后现在面向未来。我觉得这个文案写的真的非常的好，不管这个食物好不好吃，我觉得这个文案真的是100分。这个我觉得可以匹敌，就是2026年国泰那个过年的红包，那个由从早到今那个机队那个演变，我觉得这一道菜单的设计可以媲美那个红包袋的设计，真的做得非常的好，这个我给100分，超赞，真的超赞。那刚刚跟这边的服务员就聊了一下，我就说，你们这边的菜单跟法兰克福不一样。他会说，对，他们慕尼黑跟法兰克福的都是汉尔查图伦贵宾室2个的承包商的餐饮是不同间，所以法兰克福跟慕尼黑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法兰克福的话是分成生根跟非生根是2间贵宾室，2间的话吃的是完全一样的。那这边的话2间吃的也完全一样，不过慕尼黑跟法兰克福的机场构造不太一样。法兰克福那一边的话，它就是直接就是分成1间生根，然后1间是非生根，就是2间贵宾室。那这边的话，它是每一间里面可能会有生根的人，会有非生根的人，还有2扇门可以进出不同的安检通道。那它设置这边有一区，那卫星楼有一区，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法兰克福那间生根区是最小的，然后法兰克福的非生根是比较大。法兰克福严格来讲还有1间，在头等航厦里面还有1间啦，所以法兰克福应该是说3间。那头等航厦里面有1间，然后生根1间，非生根1间。那慕尼黑的话，就是这边 G 侧有1间，然后卫星楼 K 侧有1间，餐饮都是一样的。对，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棒。这个贵宾室空间不大，就走一个很 cozy 的一个风格。但今天这个 menu 真的有惊艳到我，尤其那个文案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展现了贵宾室的诚意，而且这边的摆设啊，一样是100周年，这边更有庆祝的意涵。我觉得我今天这一趟，虽然改票费是蛮贵的，其实也损失掉1整张机票，但我觉得划得来。给大家观众拍摄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划得来，因为这个慕尼黑这头人贵宾是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好，我们第一道菜上来了，哇，这第一道这个 amuse 啊，这开胃菜是个 potato。就是那个马铃薯的泥做的东西，它的鱼子酱是白色的耶，这个白色鱼子酱，像一颗一颗的，非常的漂亮。它这是 trout 鳟鱼的 trout caviar， 对，然后旁边配上一些泥的东西。好，那我们来尝尝看味道喽，样子是很精美的。其实我一直还没有吃那个面包，因为那个鸭子啊，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奶油的这个鸭真的好可爱哦，真的不舍得把它挖下来吃，可是等一下还是要吃它，就是这个奶油的鸭子。好，我们赶快来吃一口这个马铃薯泥配上鱼子酱。这个有惊艳到哎！平常吃都是黑色鱼子酱，这个白色鱼子酱，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常吃的鲑鱼卵的口感，它是啵啵的，就吃会啵，一颗颗会弹开，它比较大颗，而且它比鲑鱼卵我觉得更脆一点，所以吃下去的话，我觉得是
很不错哎，然后配点这个面包。我觉得这一道有跟一般传统的前菜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鱼子酱真的吃起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特殊，它是个鳟鱼的一个 trout， 然后这道确实配上它这个 Grand Siaco 是非常搭配的。哇，今天很开心能够在慕尼黑头等贵宾室享用这么一顿美好的餐食，汉莎100周年的餐食特点就是 Taste and Journey， 这个标题我也很喜欢，就饮食的这个旅行跟飞行在一起，很喜欢这个概念。现在上的这是第2道，这是来自北海的鱼。那这北海的鱼的话，用的是一些葡萄柚的一些酱汁，对，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然后第2次的酒也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到品尝时间喽。来自北海的鱼，这真的是在欧洲贵宾室能吃到的东西吗？这个好吃到有点不像话了耶。这南非的夏多内也好好喝，这颜色很金黄，很漂亮。所以鲁弗三萨也是懂得选出会做出好吃东西的外包商啊。那为什么机上餐饮不改进一下呢？这东西很好吃哎，能不能请这个公司做他们家机上餐饮啊？很好吃哎，这鱼的生熟度刚好，不会老，也不会生，也不会柴。地上餐饮可以做的这么好吃，找到这么好吃的外包商，所以德国人也是会做好吃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不改善一下机上餐饮？满头问号哎。其实说实在话，我今天来拍摄这一题之前，我本来以为说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搭德航集团了，因为上次的7478很有趣，非常有趣，机长非常的热情，服务员非常的好。可是那个餐食真的会让我没有想要搭第2次的动力，就是真的太可怕难吃了。对，真的太可怕难吃。但今天到这贵宾室又觉得，所以他们也是可以做出好吃的东西的嘛，就有点想不透哎。我们继续享用，现在吃到 main course 的第1道而已哦。我们现在还在欧洲时间，他现在还在那个欧洲发展。我们下一道要跨大西洋了我们现在要紧急插播了。他说现在紧急上了一道 surprise course。这个 surprise course 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拿进来看一下。真正的鱼子酱来了，所以他来了一个 surprise course， 上了一个真正的鱼子酱。旁边的话，他给的是伏特加。哇！太惊人啦！哇，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啊！对啊，好，我们现在试一点这个，真的是伏特加哇！所以这个很厉害耶，这个鱼子酱配伏特加是最好的选择，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搭配。我们来试一点这个鱼子酱，哇，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啊！好，各位观众，我要享用喽。那边面包本身非常的软，然后而且很香，上面放了鱼子酱，然后放了一些配菜，再搭上这个伏特加，真的是 surprise course， 太 surprise 了。奇怪，地上餐饮可以做成这样，可不可以马上叫这是什么公司负责慕尼黑的这个餐饮的，马上让他负责机上餐饮可以吗？机上餐饮很可怕哎。享受完了我们的鱼子酱之后，我们的第2道的 main course 上来了。现在我们要飞越大西洋喽。这个牛排看起来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吃啊？好惊人的颜色啊，对不对？这个肉质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哇，真的太美丽了。下面还有一些芦笋，哇，等不及要享用这一道啦！来。那这一道我们搭的酒，它是一支西班牙的马萨卢卡，对，很香，那个莓果味道很浓，然后又有点烟熏味道，很好喝啊！这个颜色长这么漂亮，一定好吃的啦。我们先试一口下面的芦笋哈，玉米笋、蘑菇，牛排来了哦。满足到爆表哎！我越来越不懂汉莎了哎，他们地面上可以请这么好的公司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个超级好吃，这个有国泰的 Win 的水准，这个绝对有国泰的 Win 的水准，非常的棒。好了，我们最后一道主餐上来了，就这个 Go Global 的羊排，羊排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下面有 couscous 的这个小米。好，那我们来尝这一道喽。这一道搭的是一支意大利的卡本内苏维翁。他说刚刚那支西班牙的比较 light， 这支就比较浓烈。卡本内苏维翁嘛，本来就比较浓烈。那我们搭羊肉试试看哦。这羊肉上面这个香菜酱，像这个调味非常好啊，生熟度也100分，搭这个酒也非常好。那为什么机上餐饮会长那样啊？还是慕尼黑出发会好一点？就上次我搭那个头等是法兰克福出发，我真的有点被那一趟的餐饮吓到。这很好吃，今天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是100周年特别好吃，我已经无法分辨了。就是从前菜，然后到那个鱼，然后牛排、羊排，真的都非常棒。好了，羊排也很好吃，废话不多说，我要继续享用了。配上意大利的卡本内苏维翁，很满足。甜点的话取名叫做 Balance， 它把巧克力做了一个100周年造型，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漂亮。那前面搭配了2块，一个是酸奶油，一个是酸的一个 Cherry。那另外搭的酒呢，选用的是葡萄牙的波特酒。那搭配波特的话，其实对巧克力是很不错的，因为波特本身味道比较重。先喝一口酒，哇，这酒的味道真的好香醇，是很好的波特。那我们搭一口巧克力哦。我本身金贝贝不是巧克力控，但这个巧克力吃起来呀，是那种非常香醇，但是不是很甜的那种甜腻感，而且搭上这个波特酒之后，综合掉这个甜味，吃下满满巧克力的香味，这甜点很好吃诶，即便我不是巧克力控，我也可以都吃完呢。好了，我们旅程要到了面向未来了，最后一道的甜点是这个苹果，对，原来的苹果是一个 Apple 的 sorbet， 然后搭配的这个酒也是 Apple 的一个 ice 的一个酒。哇，我真的觉得他这个100周年这个套餐呢，无懈可击，我觉得没有话说，真的没有话说。这个餐饮水平真的太强了，我觉得如果用国泰来形容的话，那个法兰克福就是 The Pier， 这个慕尼黑是 The Win， 完全不同等级，甚至我觉得差异更大。一样100周年，那边什么都没有，他还帮我泡了杯这个 Lavazza 的这个 Espresso， 我们先喝一口 Espresso， 漱口。很香，好，那我们来吃一口喽。这个 sorbet 苹果 sorbet， 还有一块实体的苹果酒。哦，这好喝耶！所以这苹果甜点搭配苹果酒，作为完美的 ending， 面向未来，真的很棒。我觉得这是今年除了 The Win 之外啊，2026年除了 The Win 之外。真的下一个让我就是哇的贵宾室哎，就是这个餐饮真的强到爆炸。好，我本来真的上次搭完那个汉莎7478头等，觉得我应该这辈子不会想再搭汉莎头等了，应该不想了，对，应该不想，觉得就是没什么意思。但如果美国运通黑卡啊，好吧，现在可以说故事了。我为什么说这一趟最后一次拍摄，是因为我今天来这边，当然是我不是 Home Circle 会员，我也没有搭 First Class， 所以我是用美国运通的 Centurion 黑卡进来的。黑卡的话是可以使用 Lufthansa 的 First Class Lounge， 在法兰克福跟慕尼黑，这个福利非常的不错，而且只要搭经济舱就可以了。对，即便我今天搭商务，我也都可以使用。但是很遗憾的，2026年的10月份之后，这个福利消失了。美国运通跟汉莎的合约结束了，所以黑卡的会员不再可以使用 First Class Lounge。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真的很遗憾。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才把我这个票临时改动，因为我后面的行程都满了，我只有5月份这一趟可以取消一些票，损失一些钱，但是绕来慕尼黑还可以，后面完全绕不过来了，所以这一趟真的就是特别改了票，然后来一趟慕尼黑，因为10月之后黑卡就进不来了。那我没有 Home Circle 会员，所以除非真的搭汉莎头等，否则我也进不来这个贵宾室了。所以我想说，
那我法兰克福的生根跟非生根都拍了，漏了慕尼黑头等贵宾室，好像少了什么，就觉得有点可惜。这个频道其实当然分享给观众，那也希望观众多支持、分享、订阅。那当然，甚至如果有一些赞助，当然更好。但是其实更大的目的是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是秉持一个分享的这个心态去做这个频道。那觉得就是我拍了法兰克福的生根、非生根、头等航厦都拍了，汉莎全集就要完成了，那漏一个慕尼黑头等贵宾室，这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又因为中东战火，我的杜拜的票被取消，想说那一不做二不休，算了，干脆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票重新 rearrange， 绕一下慕尼黑。对，所以才有今天这一集出现。但我突然觉得我损失的那些钱，我觉得划算。虽然我退掉的那张票是不能退款的，损失了不少钱，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来头等贵宾室帮大家拍摄这一集，还有吃了这一顿饭，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就是真的非常棒。因为100周年这个餐食真的是一期一会，过了今年，明年也拍不到了。过了今年，明年也吃不到，然后这么好吃的餐点，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这一集慕尼黑的汉莎头等贵宾室，我觉得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ending。那顺带一提，他其实这边 G 区、K 区那边也有，他说建议我去 K 区看一看，但其实我今天已经预留了4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拍这一间，因为这一间其实我来过了，就是当上次来的时候时间太赶，我没能好好吃顿饭，但我知道空间不大，所以我就想说，空间不大的情况之下，预留4小时一定足够。但今天这个餐饮的东西完全超乎我意料之外，所以其实他说 K 区那一间的话是有露天的 terrace。可以看飞机哦，其实我很心动。他也说我可以再去那边再回来，但今天这一餐真的吃得太满足，而且因为这米其林餐嘛，这样整道这样吃下来6道菜，其实花了蛮多时间，所以我今天应该这样看起来是没有时间过去了，对，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有飞来这一趟，然后绕这一趟，我就已经非常满足。所以跟大家提一下说 ，K 区那边的话，空间是比较大的，在卫星楼。所以慕尼黑头等贵宾室的话，在 G 这边主楼有一个，就 G21，K 那边还有一间，那一间比较大。如果你的登机闸口刚好在 K 的话，在那边享用贵宾室是比较舒服的。那边的话，环境听说比较好，然后有一个露天区域可以看飞机，那就看有没有缘分。下次如果有机会。今天搭了这个吃了这道餐之后，或许将来有机会，如果汉莎380改舱，再给汉莎一个机会吧。如果有机会，再从慕尼黑出发，因为慕尼黑贵宾室比法兰克福真的吸引的非常多。好，那我把甜点吃完喽。我们的100周年套餐6道菜吃完了，但那个季节限定的这个芦笋，白芦笋实在太吸引人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来点一下。这个季节限定的白芦笋呐，哇，是不是非常漂亮的季节限定的白芦笋呢？我们来一张比例尺，用我的手来比一下，真的是跟我的手一样的粗度，非常肥厚的白芦笋，看起来非常的好吃。旁边配了这个奶油酱汁，好啦，我等不及要来品尝喽。季节限定总是让人难以忘怀，而且这个欧洲的白芦笋本来就很厉害。那它白芦笋其实是个套餐，它可以做汤，可以做各种东西，有一堆 side 啊，它可以配牛肉，可以配虾子，什么一大堆。但是我跟他讲说，因为我刚才已经吃完一个 full course， 我只是想吃白芦笋，请你帮我推荐一道就是单吃白芦笋，所以他帮我推荐了这一道。然后搭配他说这个 creamy sauce 最合适。好，那我们先试一口原味哦。这也太好吃了，这好吃到爆炸！这个单吃一点橄榄油，什么都不用加。好，但他说推荐加 cream sauce， 我们也加一点试试看。这个奶油酱汁不是那么浓烈的，它其实有点酸味，这其实不太一样。
好，我们配一点点马铃薯试试看。真的好好吃哦！我知道了，这个对欧洲人而言，季节限定白芦笋就是很寻常的东西啦。但是对我们亚洲人而言呢，这个季节限定白芦笋真的就是太美味的东西了，太好吃了。自助餐区我们也看一下，首先第一区堂就是面包，然后各种蘸酱，在甜点的选择有非常的多。对，这边有各种甜点。水果，然后上面还有很多不同的甜点。基本上想要的选择都会有，然后再来不能少的也就是水果啦，水果是一定有的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也是甜点，这是德国当地的甜点。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淀粉类，炖牛肉。然后一些咸派类的东西，有苏西哦，还有生鱼片。不过今天自助餐下去的东西呢，就大家要体谅一下，金贝贝真的吃不下了，没办法了。今天吃了一整套100周年套餐，再外加那个芦笋，这个是满足到爆炸了。那这边现在就是生菜沙拉区。那我们再看一下酒吧区域，酒吧区域的话就会像这样。这边也有一些100周年特别设计的酒，这感觉慕尼黑这边真的是对100周年有比较多特别的设计。这边是刚刚吃的那个菜单，这边有一个放大版本的，这个菜单真的非常不错，而且这个文案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文案真的非常喜欢，而 Journey through Time and Taste， 这文案真的太棒了。这贵宾室占地空间真的是不大，但真的是餐饮服务真的是100分。然后布置装潢啊，软体部分真的很棒，非常非常的吃饱喝足，也非常的开心。在慕尼黑汉莎头等贵宾室，今天 K 区的露天区域实在没办法帮大家拍摄了。没关系，我们留一点遗憾，下次有机会才能再拍嘛，要不然一次拍完了就没有下一次了，对不对啊？留一点遗憾，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可以再开箱。我们最后回到这个舒服的沙发区域来帮大家做总结。那中间这个餐饮的部分呢，除了再给了这一大堆这些点心坚果之外，旁边也给了不能缺少的巧克力，让各位自由的取用。那我们现在就吃一颗巧克力，帮大家做总结吧。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最后拿了一块巧克力当做总结了。巧克力好吃，今天完全超乎我意料之外。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拍摄什么东西，因为这间我来过了，但我没有预期到100周年套餐，因为我先从法兰克福过来，所以其实我来这边之前早上，法兰克福的贵宾室我去过了，那没什么特别，所以我想说哦，就来介绍一下环境，但没想到那个餐饮部分真的远超乎我的预期，所以其实我今天是预留了4个小时。我本来以为说绰绰有余，所以我刚刚其实在洗澡的时候我还泡澡泡了一阵子，因为我想说啊，反正等一下要拍的东西也不多嘛，就泡澡多休息一下。但我现在发现时间真的是不太够，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距离我登机时间只剩下大概10分钟了，就是远超乎预期，但是我拍得非常开心。不知道大家观众看得开不开心？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艳的贵宾室，而且最好的贵宾室真的会给人不同的期待。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下次汉莎如果 A380 我还没有搭过，那汉莎 A380 都固定 base on 慕尼黑。如果有慕尼黑出发，然后380如果有改舱，有新的头等舱，从慕尼黑出发，我会愿意再给汉莎一次机会。因为上个7478本来以为是我最后一次搭乘汉莎头等舱了，但今天的贵宾室让我改观了，因为我觉得贵宾室真的表现得太棒了，里面的职员真的是 perfect nice 到极点，然后整个体验也真的是非常的好。总而言之，今天算是汉莎系列的一个
完结篇啦，因为我们汉莎747-8头等也搭过了，那法兰克福的3件头等贵宾室都拍过，加这一件，其实我们已经拍完了全部的汉莎头等贵宾室，但会不会有番外篇呢？我们就不知道喽。期待汉莎380如果改舱，餐饮服务如果提升，有新的舱等、新的体验，我们或许再给汉莎一次机会。对，那这贵宾室开启了番外篇的可能哦。不过这趟旅程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一趟旅程。我本来对那趟旅程充满了期待，不过今天这个慕尼黑头等真的因为太厉害，所以让我现在对于明天那个行程有点担心，会不会有点不如预期？因为今天这个太厉害了，大家懂吗？那种比较心态，因为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太厉害的产品，那明天的东西是不是就显得相形会失色？我也不知道啊，明天再说吧。对，那总而今天的话，非常高兴给大家介绍这间位在慕尼黑的汉莎头等贵宾室。环境不大，一个沙发区、用餐区、商务区、洗澡区。不过今天的餐食真的是非常有诚意。刚刚那个菜我再说一下，从前菜那个鱼子酱就真的是非常有记忆点，然后到那个鱼，北海那个鱼真的很嫩，然后那牛排生熟度刚刚好，旁边的配菜都很好吃，然后到羊排真的完全不腥不骚，然后到甜点那个巧克力100周年的巧克力甜点，你看每一道都很有记忆点，然后到最后甜点是苹果甜点搭配苹果酒，前面5道的每一道 pairing 也都好吃，更不用讲中间的那一套 surprise 的鱼子酱搭配 vodka， 而且搭配 vodka 就代表这边人真的是懂吃鱼子酱，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对，然后香槟选的 Grand Siaco 也完全没问题，然后最后这个季节性的 asparagus 白芦笋画下完美的 ending。真的很满足，姐姐妹妹非常开心，那我们金贵人也很开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金贵人。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可爱的鸭子们，我们今天2只的新伙伴的鸭子都在这里，100周年鸭鸭，还有彩绘鸭鸭，对，都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好了，那我们金贵人100周年鸭鸭、彩绘鸭鸭，还有我跟大家说再见喽，下一集再见，下一集贵宾室体验、航空旅行，然后饭店我们再见面喽，拜拜。这个哇，酒精选择超级多啊，各种酒什么都有。哦，这个面体部分是跟香港一模一样的，酱汁的浓稠度跟香港也比较像。在欧洲待这么多天之后，吃到担担面的感动真的是没办法用言语形容，都快哭出来了。